使命，我感觉沉甸甸的。使命，必须要承担，不可以逃避。是了，人生不可以选择的东西有很多，比如使命，比如命运。我的使命是上帝派来的使者，我要去灵界，去和那边的灵交流。我的使命是佛罗伦萨的画家，每天要画100个鸡蛋。我的使命是公元2245年的人造人，要带你们来到这个世界。只因他们需要，我们便来到这里。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技术！这一定是神赐的技术。将技术的进步归为神的功劳，稳入儿戏。这位先生，你凭什么说出这种话？就凭他创造出活字印刷术和指南针，4大发明他占2样。那真是奇怪，为何你们那儿没有催生出近代科学，连个影儿都不见？科学无国界。但你看到近代科学并没有产生于自己的母国，不觉得难受吗？就拿我来说，我着实流了不少眼泪，过后也就淡忘了。时而想起来，心里还有点难受。不过总的来说，已经不值一提了。阁下倒是想得很开呀。也许正因为从来没有坚持到底，近代科学在你们那儿才一无所获。只要遵循逻辑，有始有终就行了。算了算了，有没有这个道理，他们都照样吃饭。只有少数人在意宇宙的起源和生命的真理。你们那儿都是个理想主义者，全都是上等公民。老百姓如今不跟你们瞎耽误功夫了，全都丢掉幻想，睁只眼闭只眼做人了。饭都吃不上，根本就不动得道成仙的念头。现实一点，实在一点。哎，你们呐，与其抱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开花的铁树，还不如乖乖上朝混露宿100担。沈括先生，我承认你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，但却实在不是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家呀。你个后生又知道些什么？野心政治家是高烧39度8，还得给皇上上班，还得给上司拍马屁。野心政治家是怕死胆小鬼，常常找我来为他们的未来预言。野心政治家是引起变革与战争的元凶，战场上的10万战死鬼，8万要找他们索命。恶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。你们说，没有战争，哪儿来的轻便好用的桥梁？哪儿来的高大的护城墙？哪儿来的保护人民安全的大炮？荒唐！我敢肯定，你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经历过真正的战争，一个也没有。当波兰的消息第一次传来，我拒绝相信它。这甚至比我做最恐怖的噩梦那个夜晚更荒唐怪诞。我像个叛徒，背离了我的种族，逃到了美国。但是我的母亲还留在那里。我想让她坐船过来。但是一天晚上，在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之后，我从纽约市中心走到郊外，我看到明亮的大海，整个海面在燃烧，连海上的礁石都在燃烧，海面上融化的磷像闪闪发光的狗屎，好像刚被一群地狱的猎狗糟践过。船上是陷在火中的孩子们烧得各种各样、狼藉扭曲的尸体。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科技，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科技。你们根本就不知道战争会带来什么，你们根本就不知道战争会带来什么。人到了我这样的年纪，知道生活并不美好。如果人世间本身就这么痛苦的话，为什么还要增添新的痛苦呢？哎，不要想太多，睡一觉，睡大觉，
醒了之后，世界又会明亮了。生活本身就不容易，但是世间还有宗教、艺术，还有别人对我们的爱。人是拿来爱的，东西是拿来用的。这世界一团糟，东西被拿来爱了，而人却被拿来用了。可是我宁愿来爱东西，至少东西不会骂我，不会扇我耳光，不会用皮鞭抽我。我也宁愿来爱科学和艺术。但是公元2245年，没有多少人爱艺术，也没有多少人懂艺术。他们认为艺术毫无意义，他们觉得浪费金钱和人力。但其实也没有很多人懂科学。当然，他们既不懂核弹，也不懂毕加索，但是显然他们更尊重核弹，毕竟核弹真的要人命。我觉得他们是一体两面，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。他们都是探索边缘的学科，一个向内，一个向外。在蒙娜丽莎和荒野中的圣杰罗姆里，让我探究了透视的奥秘。对肌肉与解剖学的探索，使我创造出了完美的线条。在维特鲁威人和双螺旋楼梯，我知晓了几何与数学。对艺术的追求推动着我对科学的研究，赞美科学和艺术